界善仙，自然是被楚风炼化那黑铁的手段吸引的。楚风本以为界善仙会询问自己那是什么手段，但谁曾想界善仙没有询问，反而当楚风看了之后，他便手掌摊开，掌心之中竟有一座阵法，2颗丹药自阵法之中漂浮而出，其中1颗飘向楚风，而另外1颗他直接放入自己口中。楚风能够看出这丹药是刚刚炼制而成，显然来到这里后，界善仙不说话，不是在疗伤，而是专注的于体内炼制这2颗丹药。而楚风也能看出这颗丹药具有隐藏气息的效果，并且药性很强。可楚风很是不解，气息有什么好隐藏的，还不如直接隐藏身形。似乎看出了楚风的疑问，界善仙对其说道：“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远古种族主宰的世界，这颗丹药让他们无法判断出我们是闯入者，进入其中不要自报家门，就说你是无门无派的修武者即可，也不用说你是当代修武者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当代修武者是进不去的，只要没察觉到不对，便会默认为我们也是远古武者。”界善仙说话间，捏动法诀，其面容开始变化，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年女子模样，就连身材都变得普通了。很显然是不想引起注意。你自己有伪装手段吧？需要我帮忙吗？界善仙问。若是前辈能帮我，自然更好。楚风笑道。他确实是有伪装的手段，但非要说起来，界善仙可是天龙界灵师，他的伪装手段自然更好。服下这颗即可。界善仙又取出1颗丹药，递给了楚风。丹药入体，化作阵法，覆盖楚风全身。楚风可以根据意念随意更改自己的容貌，楚风也将自己变化为了一个很普通的模样。毕竟他们此行就是不想引起人们注意。前辈，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楚风又问。那是一个很大的世界，里面有很多远古种族，有诸多势力，也有不属于任何势力的修武者。但是在那世界的南北边际处，各有一个区域是封闭状态。我曾询问过那世界内的远古武者，封闭区域有着什么？虽然猜测众多，但却没人能够给出准确答案。我也曾观察过，发现那2个区域都是由强大的结界封锁。南方的封锁结界是由至宝催动，而北方的更像是界灵师布下的阵法。我个人猜测那2个区域是被强大的远古家族掌控着，南方的是修武者，而北方的很可能是界灵师。而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在北方区域。至于我们所采集的东西，是一种紫色的有毒花朵，当地人称那种花朵为紫梦升天。之所以会有这个名字，是因为那花的毒性，只要中毒便会产生幻觉，进入一个紫色的梦境之中。据说梦境会很美好，但生命会快速流失，直至死亡。正因那种花很毒，因此当地人也不敢采摘。而那紫梦升天其实蕴藏着界灵师的修炼之物，我有秘法可将此物炼化，可此秘法需要血脉之力。我虽有秘法，但血脉之力自然无法与你相比。若能借用你的血脉之力，炼化的速度会快上许多。界善仙说道。前辈之前便进入过那方世界，那可有见过实力很强的人物？楚风问。并未见过实力强于我的人，可那2个封闭区域我破不开，便不敢断言那里面的存在是否是我能对付的。按照你们的说法，神之时代开启后，远古种族不断复苏，我便觉得若我猜测正确，那2个区域的存在很可能也已然出世。虽然我们不偷不抢，只是去炼些没人要的毒化，但还是不要张扬为好，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界善仙嘱咐道。前辈所言极是。楚风表示赞同。走吧。界善仙说话间，将竹船收起，旋即拉着楚风便向下方的滚滚岩浆飞掠而去。由于有结界之力护体，那岩浆根本无法伤到楚风。很快界善仙便带着楚风来到了一个位置，正是楚风先前所观察到的那个位置。界善仙轻易的便破开隧道，进入其中。这过程极其顺利，穿过结界隧道，楚风2人直接被传送到了地面之上。立于地表，抬头向来时之路望去，根本看不到结界隧道，唯有蓝天白云，就仿佛那结界隧道根本不存在一般。而眼下所在的阵法世界不仅极其逼真，更是浩瀚无边。只从观感来说，比远古战族所生存的阵法世界还要大得多。且相比于远古战族所在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更有生活气息，因为肉眼可见之地便能看到不少修武者，有人御空而行，也有人催动战车于大地奔驰，他们大多成群结队。可从衣着来看，又能看出那些修武者是来自各门各派，绝非同一势力，但他们却没有敌意。许多人边走边聊，相谈甚欢，仿佛早就相识。这一景象倒与当今修武界没有太大区别。哇，这都是远古武者啊，居然这么和谐，仿佛看到了远古时期的模样。蛋蛋也是有些兴奋，因为之前见到的远古武者个个趾高气昂，恨不得用下巴看人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般和谐的画面。倒如蛋蛋所说，确实有种看到远古景象的错觉。但实际上远古只是一种说法，严格来说只是他们的祖先来自远古，他们也是当代修武者罢了，只是远古的辉煌让他们放不下身段，才以远古武者自居。他们好像要去什么地方？楚风是不是有热闹可以看啊？莫非有机缘？淡淡问道。因为那些人赶路的方向都是同一个方位，于是好奇的楚风也是认真去听，很快听到了关键线索。皇府天族，是皇府天族拿出一件至宝，邀请所有远古武者一同去破。而关于皇府天族，楚风可是有些熟悉的，
毕竟当初9天之巅，皇甫圣宇等皇甫天族的天才可是闹出了不小的动静。我去，这里不会是皇甫天族的领地吧？那也算老熟人了。淡淡笑嘻嘻地说道。而楚风则是直接看向界善仙，前辈，您之前来这里的时候，可曾听闻过皇甫天族？没有。这个阵仗，看来是我猜对了。那皇甫天族也许就是隐藏于这方世界的强大势力吧。界善仙此话说完，看向楚风，你想去凑热闹？有点想。楚风笑道，先去办正事，若来得及，便带你去。界善仙话罢，便带着楚风向北方飞掠而去。这恰恰是与人们所行去的方向相反。为了不引起注意，界善仙没再使用那艘竹船。不过因为这里也有传送阵法，所以赶路岛也并不麻烦。自传送阵法走出，已是人烟较少，越是向北越是人迹罕见。又前行了一段距离，便皆是自然风光，彻底看不到修武者留下的痕迹了。没过多久，一道肉眼可见的结界墙出现在了远方天际。那结界墙贯穿天地，仿佛看到了世界的尽头。如果说这个世界内之前隐藏着2个不出世的强大势力的话，南方的多半就是皇甫天族，那么这道结界墙壁后方必然便是另外一个势力了。而靠近之后，答案揭晓。在结界墙壁下方，竟有着一道高达万米的结界大门。此门虽为结界所化，但却威严十足，霸气非凡。而在大门上方，还有着4个大字，道出了这结界门的主人是何方存在。七界仙宗。